被宠爱一生的贵妃死前说自己后悔了，如果有来生，本宫愿意和你换，做一个小宫女，熬到25岁出宫就自由了。这帝王宠爱，这空虚的富贵，谁爱要谁要。她流下眼泪，说自己只想要一份纯粹的真感情。闭眼的前一刻还攥着我的手。樱桃，你愿意吗？愿不愿意和本宫换？我流着泪将唇贴在她耳边。奴婢愿意。为她擦了一辈子屁股，好累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封后大典那日，袁贵妃说自己不活了。她撞墙、跳湖，不吃不喝，终于将自己折腾得油尽灯枯。急得皇帝一下朝就守在贵妃身边，他攥着贵妃的手，眼底一片猩红。云福宫上下80个奴才，你今日不吃，朕杀10个；明日不吃，朕杀20。听到这样的话，贵妃哭了，她美丽失焦的眼中流下一滴泪，绝望而破碎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爱上你。说完，她决绝地掀翻我手里的热粥。赵燕，别拿人命威胁我，你不配。皇帝震怒，连说了3个好字，随意指着门口的工人，给朕拖下去，打死为止。皇帝说10人，就1个都不能少。最后被拉出去的是站在我身侧伺候茶水的桃子。他抖若筛糠，吓得满脸是泪，绝望又凄厉地高呼：娘娘，娘娘您吃一口吧。奴婢是桃子啊，奴婢从小跟着您，您救救奴婢吧。娘娘，奴婢小的时候为您挡过刀啊。袁贵妃哭得更凶，眼泪在她苍白的脸上滚滚落下。皇上，你满意了？打死我最亲近的宫女，看着我孤家寡人，你满意了？现在我能死了吗？皇帝很久都没有说话。殿外都是木板敲在臀背上的闷响，混杂着奴才们断断续续的求饶声。即便到了这一刻，他们仍然没有放弃，呜咽地喊着皇上饶命，喊着求贵妃娘娘救救他们。我低着头，后背紧紧贴在身后的帘柱上，2条腿在裙摆下极轻微的打颤。这一刻，我突兀地想起很多年前贵妃曾说过的一句话。她说，在我宫里，什么奴才不奴才的，咱们人人平等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记得随时和我说。皇帝终于被气走了，他面色铁青，一字一顿地说，贵妃若死了，你们都跟着陪葬。里里外外的工人整齐下跪。正午艳阳的日子里，桃子和另外几个工人已经咽气了。行刑的都是各中好手，棍子下去都是内伤，每个人只从嘴里吐出些血来，看着不吓人，也好清理。不消片刻，人被席子卷走，条凳3个一落，小太监便拿着盆来擦洗石砖，这院子便又恢复干净清爽了。等我回到寝殿的时候，贵妃已不再落泪，她躺在榻上气哼哼地说，童子，我要脱离这副身体，什么情情爱爱都是假的，书上写的遣散后宫也是假的，连个皇后都不给我当，她根本不爱我。重来一次，我要远离皇宫，做个有钱有闲的自由人。什么？换个富商之女要这么多积分？那就换樱桃吧，她性子软弱，最是忠心，换了身份只会对我感恩戴德。到时候我让她给我一大笔钱，再封我个郡主什么的。难道他还敢反了不成？天大地大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份纯粹的爱情。臭渣男！我没有办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，疑惑、惊惧、痛心、仇恨、绝望。身后桃子的血才被擦干净，除了他之外，还有9个人，每一个都忠心耿耿，谨慎小心地伺候他。信人替他去过慎刑司，10根手指受了扎刑，骨节都勒断了。接好之后还是变形，筷子都拿不住。全福是常菜太监，吃了带毒的菜，嗓子被烧哑了，方才连求饶的话都喊不出来，只瞪着一双眼睛流泪。我甚至分不出神来思考他嘴里那些怪异的话，满心满脑都是，难道我们奴才就真的不算人吗？贵妃看到我，和我说了好多话，比她从前跟我说的所有话都多。樱桃，宫墙吃人，本宫每日担惊受怕，吃饭怕有毒，睡觉怕此刻，就连衣裳发饰都怕被塞了麝香。我是宠妃，他们都盯着我，嫉妒我。我平静地倾听着，可你每一道菜都有人查验，都有人提前试过。
每天夜里值夜的太监和宫女都各有2个，便是刺客来了也要先扎在我们身上。衣食住行，就连如厕用的公纸都是绸缎制的，都专人看管。贵妃继续抱怨道：皇上说他只爱我一个人的，可你看他纳了这么多妃子，还娶了皇后，我算什么？他从前的承诺又算什么？可你的宠爱经年不衰，不管怎么作闹，皇帝都宠着纵着。他生气了便罚我们这些奴才，发怒了就杀掉1-2个，却从不肯让你受一点伤。说到最后，贵妃越来越委屈，哭得几近晕厥。樱桃，这些荣华富贵都是虚的，若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吃糠咽菜又如何？如果能再活一次，我宁愿做个小宫女，嫁给个普通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愿意和我换吗？樱桃，我终于回过神来，脑子里是我偷听到的童子，脱离这样叫人理解不了的话。我紧紧握住贵妃的手，努力扮演好这个忠心的小宫女。贵妃娘娘，奴婢愿意。奴婢的命都是您的，您若能开心，奴婢什么都愿意给您。入夜了，门口的小宫女踩着梯子去点宫灯，院子里守夜的太监抱着自己的铺盖坐到廊下，其余的奴才们都回了自己的屋子，瑟缩着祈求贵妃娘娘明日前可以吃点东西。而元贵妃闭上了眼睛，她微笑着说：我终于可以远离这个吃人的皇宫了。再睁开眼，我捂着脖子猛地坐起，拼了命的大口喘息许久，才骤然发现身上那些沉疴就急都消失了，就连被勒死时的窒息感都不复存在。我的手根根白净柔长，没有老茧和冻疮。我的肩颈轻巧灵便，不会痛得头昏脑胀，一动就咯吱咯吱响。我的膝盖，我常年跪在石砖上的膝盖也不疼了。我掀开绵软的锦被，跑到妆台前，铜镜上赫然是元贵妃的脸。小主，是不是梦魇了？奴婢叫全福去太医院要一副安神汤来。本该死去的桃出现，扶着我坐回榻上，一脸焦急。我真的和元贵妃互换了，还回到了5年前徐昭和刚入宫的时候。刚开始认识到这点时，我是有些害怕的。如此吊诡神乎的事，竟真的发生在我身上。贵妃空有一副好样貌，可却没有丝毫心机城府。她张扬爱笑，厌恶谁都写在脸上，不分场合时间的发作。她会当着多年无子的德妃面说姐姐老了，即使怀了孩子也不好生下来。她说影嫔是绿茶，一见面不是罚人家下跪就是长乖。即便见到权倾朝野的丞相之女，她也毫不相让，直言自己才是皇帝的真爱，旁人都只是工具而已。若有人劝，她也并不在意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你们别怕，他们动不了我的。自然是动不了他。我整日如履薄冰，将宫中看得如铁桶一般，掏进自己的荷包去买通耳目。先要提防着德妃的算计，她出身世家大族，院子里姐妹众多，是从小锤炼的心机深厚。要不断打压颖妃，她表面上逆来顺受，其实已恨毒了贵妃。若是让她得宠，手里有可以调动的资源，那她出手必将不留余地。还有魏昭仪、盛贵嫔，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所以即便我在努力经营，绞尽脑汁，在权势和金山银山面前，还是如蚍蜉撼树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层出不穷的栽赃陷害。每一场这样的戏码，浮云殿都会少几个奴才，不是残就是死。他们忠心耿耿，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，一个又一个站起来，义无反顾地替贵妃冲锋。那时候贵妃会拍拍我的肩膀，带着些自豪地说：放心，没人会记得 NPC， 本宫记得每一个为我死掉的小奴才，本宫都记在心里。想到这里，一个以下犯上，罪该万死的想法在我脑子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。我凭什么不能做贵妃呢？她徐昭和不配啊！我现在已经是她了啊！此时门外传来陶轻声的通禀：小主，樱桃的风寒好了，想给您请个安。寝宫门开，徐昭和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来。他虽穿着奴才的衣裳，可浑身都是养尊处优的气度。我知道徐昭和在等我开口，于是我故意畏畏缩缩地抬头看他，眼中适时流露出惊惶和无措。娘娘，好樱桃，快过来。宫人那个通铺又冷又硬，可难受死我了。
你今日给我安排个旁的地方吧，要不同你睡一块也行。他旁若无人地上前，打开妆台上的玉容膏，嘴里还抱怨着：你的膝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又厚又肿，还总阴丝丝的疼。那是你刚入宫的时候得罪德妃娘娘，我替你跪了一天留下的病歌呀。老天奶，还有你这双手怎么也这么吓人，晚上还发痒呢。说了半晌，许氏发现我一直没张嘴，她终于停下来，回头看我，只见我跪在地上，满脸是泪。娘娘，您怎么能真的做婢女？您快让仙人将我们换回来吧。我要试探他口中的童子是什么样的邪乎存在。徐昭和随意地摆摆手，无碍，旁人喜欢这荣华尊贵加身，我却不喜欢，我更爱自由。这无极富贵我都给了你，你可愿为我做些什么？我故作茫然地抬起头，奴婢卑贱之身，能为娘娘做些什么呢？难道神仙不能助娘娘吗？娘娘还是快些换回来吧。徐昭和眼中露出几分不耐来，怎么就是卑贱之身？你原来做樱桃的时候，我就不曾把你当过奴才，更何况你如今是徐昭和，正一品从定将军的女儿，未来宠冠六宫的贵妃娘娘，谁敢说你卑贱？若不是我攻略失败没有积分，怎么只能选你，只能靠你？他捏着我的肩膀，很厉地道：总之，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，赶紧升到贵妃之位，放我出宫，要不然我便让神仙落雷劈你。见我唯唯诺诺的应下，他才得意地抬起头，安抚我道：不怕，只要听我的，你便能过上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好日子。樱桃，千万不要将我们互换的事说出去，你也不想被当成妖怪烧死吧？我有神仙庇佑，自是无碍的，我只是替你这个傻丫头担心。到时候你让皇上封我为郡主，再赏赐我些金银珠宝，我出宫去，你便是云福宫唯一尊贵的元贵妃。跟了他一辈子，我太了解徐昭和，仅是听方才那些话，我就知道他的妖法出了问题。他若再想要什么，便只能通过我来达成目的。是他只能换我，是他没法子再换回来。待他走后，我冷笑一声，给徐昭和安排了个偏房，又去询问冷宫的一个叫荣威的哑巴太监，只叫他办一件差事，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躲在徐昭和偏房的耳室里，将他自言自语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。徐昭和刚入宫就得罪了德妃，故而绿头牌被按下了1个月。按徐昭和的话说，这都是他故意的，越是难得到的，越是被珍惜。我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疯狂读书，上辈子我只在替徐昭和挨罚的时候，才能一边照他的笔记抄书，一边学些东西。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我像掉到河里的鱼，将徐昭和当摆设的书籍一字一句地嚼过。所以在侍寝的当夜，皇帝念出那句没带不须当场话，天教入病场的时候，我没有像徐昭和一样懵懂地问他张敞是谁，而是红着脸去勾皇帝的玉带。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。皇帝受不住，一把将我抱起，压到床榻上。没有人知道卑贱宫女时的我有多倾慕帝王，倾慕他的滔天宠爱，无限权势，每日做梦都咬着牙幻想自己坐在凤辇上的风光样子。我甚至幻想过自己得宠时，徐昭和伺候我洗脚的情景。醒来后，我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，死死地将嘴角的弧度压下去，再压下去。可今日帝王睡在我的被窝，再解我的肚兜，多年隐匿阴暗的幻想一朝梦成，我怎能不放荡一场向上爬呢？第2日，我便破格从贵人被封为妃尉，封号元。徐昭和却气坏了，他不管不顾地冲进我的寝殿，阴沉着脸看我。我倒是小看了你，他定是觉得我没有妖法，又是个奴婢的性子，皇帝根本不会喜欢。我好整以暇地转过头，正要张口，便有小太监尖着嗓子唱礼：皇帝来了。一道来的还有服侍太后多年的老嬷嬷。是了，徐昭和在位时，除了皇上，谁都看不上他，谁都要来难为他。太后娘娘说了，本念着元妃身子不好，教养1个月，如今又半夜提灯又是寝的，想来身子好极了，便在自个院子里跪2个时辰，吐纳阳气，强健体魄。上辈子都有我这个小宫女带法，导致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
2块膝盖肿得和馒头一样大，7、8日都走不了路。徐昭和知道了，只不高兴地撇了撇嘴，说我怎么那么娇气。如今我红着眼眶倚在皇帝身上，皇上，昨日太疼了，臣妾明日再跪行不行？皇帝面色不变，扶着我诞声道：昭和娇弱，便叫他这儿的婢女替了吧。我掏了帕子去点脸上的泪，眼睛却看向门口的徐昭和。皇帝顺着我的目光，随手点向他：就你吧。徐昭和一贯怡然从容的脸霎时僵住，我能从他极力克制的神态和细微的颤抖中看出他在愤怒，怒火使他不敢抬起头，只能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极慢地走到院中央。他弯下脊背，低下头，双膝落地，极不甘地跪下。正午的2个时辰，皇帝陪我用了午膳，又腻腻歪歪地笑闹了一场。我没叫人关门，所有曾经属于他的宠爱都顺着夏风飘出去，灼热烤人地打在他脸上。皇帝在第2日5更末便走了，哑巴太监进来，呈上厚厚一沓花笺。我一页一页慢慢地看过去，终于从字里行间里出头绪。原来徐昭和的攻略任务是做皇后，如果失败，这副身体便会承受极致的痛苦死去，所以他才那样慌不择路，即使做自己最看不起的奴才，也要和我互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5年内我当不成皇后，即死。自从那日罚跪之后，徐昭和便也觉察出我的伪装，可他自觉手里有系统可以唬住我，所以虽是宫女的身份，他却一点活都不干，每日金贵地仰着头，像主子一般指使人。我是娘娘的心腹，能同你们一样吗？他要绫罗，要燕窝，就连1日3餐都比照我的吃食。这样过了10多日，杏仁终于忍不下去，脸上顶着个巴掌印来找我：娘娘，再不管，樱桃便要踩在您头上了。徐昭和嫌工人的鞋磨脚，见杏仁在擦拭一双皇帝赏的绣鞋，直接就抢了过去。杏仁气得红了眼，跪在我脚下噼里啪啦地掉眼泪：娘娘，奴婢不求您给我做主，只是看不得他如此猖狂。他话音刚落，寝宫的门就被大力推开。徐昭和怒气冲冲地看着杏仁：好啊，你还敢来告状？他走到我身边，理所当然地吩咐：把这个奴才送到慎刑司去，治他个以下犯上大不敬之罪。杏仁面如死灰，抖着嘴唇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徐昭和得意地抱起手臂：见东西若不受点折磨，怎么知道谁能惹谁不能惹？我点点头。来人，将樱桃拖到慎刑司去，全府口齿伶俐，叫他将樱桃进来的行径都讲一遍。徐昭和仿佛没有听清，他震惊地看着我：你说什么？你敢？我这才抬起头，从容地看他，眼中全然没有那个小奴婢的卑微和怯弱。他气急败坏，抬起手就要过来撕扯我，杏仁眼疾手快地站起来，将他往后一推，扬起巴掌抽在了他脸上。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还敢对娘娘动手不成？2个小太监从门口跑进来，一人一边就将他架了起来，往外拖。放肆！你们放肆！你就不怕吗？你敢让我去慎刑司，我就什么都敢说出来。我开了口：等等。徐昭和眼中闪过得意，一副吃定我的样子。我看着他，胸中积压许久的恨意一点一点渗出来。那就不去慎刑司了，堵住嘴，拖出去杖20。徐昭和气得浑身发抖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可他没有办法。按照荣威花笺上的记录，因为换了身体，又没有合适的任务，他那个诡异的妖术用不了了。如我所料，半晌，徐昭和流下了不甘的眼泪，高高在上了一辈子的人，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我这个曾经呆头呆脑的卑贱奴婢羞辱。他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：娘娘，奴婢错了。我又拿起了书：跪慢了，杖30。徐昭和被堵住了嘴，所以我听不到他的哀求和咒骂，只能听到他一声惨过一声的呜咽哀嚎。真的很悦耳。皇帝宠爱我，却与宠爱徐昭和不同。徐昭和任性跳脱，骨子里没有对皇权的丝毫敬畏。他会因为皇帝召见新人而发怒，会不管不顾地往皇帝身上摔东西。只要稍不如意，徐昭和便说皇帝不爱他，他要离开这里，让皇帝再也找不到。
他们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有很多次，我明明看到了皇帝眼里的厌恶和冰冷，可第2天，俩人又会甜甜蜜蜜的和好。挨打之前，徐昭和曾多次要我复刻他的路子，学他的脾性。我没有，白日里我装的一副白脸模样，善良宽容，对谁都温温一笑。我缠着皇帝学诗写字，笑说拜他为师，翻来覆去的肯嚼他教我的每一句话。夜里我便大胆梦浪，不知羞耻地将他伺候得低喘出声。我在这白日与黑夜的分寸里分毫必较地拿捏，几乎都忘了被关在偏房的徐昭和。想起来他是荣威递来的花笺上写，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获取了一条支线任务。我到他的屋子时，原本樱桃的脸已经有了莫名的变化，本来毫不出彩的五官凑在一起，竟叫人觉得异常柔美，就连皮肤都细嫩了很多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上辈子的她越来越美，我只当是贵气养人，原来也得益于系统那个东西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淡淡的冷意。谁能想到你那些可怜样子都是装出来的呢？我抬起头，笑着朝她看过去。娘娘若知道奴才也是有血肉筹谋的，难免要放心不下，我是怕您烦心，给您省力呀。徐昭和没有立时说话，而是在打量我，审视我。说白了，他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。他为妃时，令德妃不能有孕，设计文妃御前失态，自以为打压了所有竞争对手，却输给了那个素有贤名的丞相嫡女。皇帝不是没给过他机会，曾经3次给他协理6宫之权，他都拿来拉帮结派，打压异己。给他的家族荣宠，他叫父亲辞官放权，不要引皇帝猜忌。他将心机谋算都花在争宠上，以为叫皇帝神魂颠倒便能称心如意。他有那个诡谲的系统，自认为能将所有人踩在脚下，更不屑于关注我们这些蚂蚁的命运。如今当他真正动脑子的时候，却也是他真正没有倚仗的时候。徐昭和看了片刻，从喉咙中冷哼了一声出来。男人便是如此，连壳子里换了个心都不知道，还说爱呢。既如此，我也不愿意看你们腻歪。樱桃，你已是宠妃，不如马上就送我出宫吧。我低下头，看着她纤长柔嫩的手指，清透银白的指甲，仿佛神女雕刻的一般，美得叫我恍惚。我伸出自己的手，爱不释手地握着她的。樱桃没有这样一双好手，她从小便要干活，早上起来要去灶坑里掏灰，虎口间永远透着一道一道的白印子，那是掌纹都干裂了。从小做活，骨节变大，走在外头的时候，不需多言，只看一双手便能定一个人的贵贱。樱桃命贱，娘娘记得吗？当初您正吃樱桃呢，见着我脸被冻红了2坨，便说就叫樱桃吧。老天爷，我那是第一次见，冬天还能结果子呢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将军命人从南方快马运来的树，用棉被一层一层裹着，快马北上。到了地方，树也死了，棉被也不要了，只剩3成好果子放到您的玉盘中。娘娘，我做梦都想吃一口那红彤彤的果子。徐昭和有些不耐烦，他将手扯回来，仍压住性子开口。现在你不用做梦了，你想吃什么，同皇上撒撒娇就有了。别忘了，这都是我给你的好日子，你难道不报恩吗？即便你不知感恩，就不怕我叫神仙与你为难吗？我摇摇头，重新捉住他的手，死死攥着。我猜，不管对于你或他来说，成为皇后这个任务，应该是得益最大的一个。我可以成为皇后，我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皇后，所以系统到我身上来吧。不管你是人还是鬼怪，到我身上来，成为我的助力。徐昭和惊恐地盯着我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可能，难道你也是穿越的？见好一会他的身体都没反应，徐昭和笑起来。蠢货，你当自己是谁？系统怎么会？他停住了，他不得不停住。白色的光影围绕在他身上，逐渐在虚空中显现出一个方框来。季三娘，你愿意接受主线攻略任务，成为皇后，拯救密国吗？季三娘，是我的本名啊。我看着拯救密国4个字，沉默片刻。我愿意。白光得到我的回应，唰的一声冲入我的额心，瞬间消失了。徐昭和茫然地看着这一幕，然后发出不可置信的尖叫。
他身上的尊贵和从容好像消失了。不可能！系统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要一辈子做奴才。如果你不回来，我就告诉全世界你的存在。我要！我站起身，迅速拿起岸上的茶壶，对着他的脑袋就砸上去。一下，他没有倒，只是仇恨地盯着我。樱桃，当初你像猪狗一样被绑着发卖，是我家买下了你，不然你就要去青楼做继子。我不求你感恩，可你凭什么恩将仇报？快将系统还给我，我就不会和你计较。咱们往后还是好姐妹，我帮你成为皇后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回应，拿着茶壶又砸下去。陶死前说的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说他从小跟着你，小时候还为你挡过刀。你只要吃一口饭，吃一口就能救他，你为什么不呢？徐昭和头上缓慢地渗出了血，他倒在榻上。他，一个 NPC， 死了就死了，他死了我还能解锁一个新人物，为什么要救？3下，茶壶碎在他脑袋上，徐昭和这才不甘地晕了过去。我转身推开门，细雨未停，荣威漠然地站在外头，将伞撑在我头顶。回到寝殿的时候，我和桃说，等樱桃伤养好了，让她是菜吧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，只要我闭上眼，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个虚空的方框，上面有各种文字，商城、积分页面、任务详情、人物解锁，甚至樱桃的名字也在上面。忠诚属性0%，智力等级3级，身体损伤10%，请选择是否使用药剂治疗 NPC 伤势。我可以给他们治伤吗？是的，只要宿主拥有足够积分，就可以治疗世界中任何病痛。治疗骨折需要3个积分，而转嫁伤害只需要1个积分。怪不得每一次被害的时候，徐昭和总会轻而易举地躲开，总是云浮宫的奴才受刑。原来是这样。系统告诉我，密国本来的皇后徐昭和意外死亡，这导致了皇帝赵彦也受到波动，开始暴躁昏庸，灾祸频发，民不聊生。所以他们挑选了其他灵魂来到密国，填充徐昭和的缺失，成为赵彦的皇后，以此阻止整个世界的消亡。我不能理解，所以你们挑选了这样一个人来做我们的国母，拯救者。系统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只要他完成主线任务，就可以成为你们的国母，人品好坏不再衡量范畴。我闭着眼睛嗤笑一声，那他怎么失败了呢？系统罕见地停顿了片刻，不知道，数据有时也会出错吧，不然013号宿主怎么会找到系统的 bug， 回溯时间，更换了身体？听着这些荒诞的解释，我竟好笑地想，如果这个系统来做奴才，活不过3天。系统的任务大多和皇帝有关，位分提升、侍寝次数、皇帝的好感度等攒到了2000积分的时候，我抱着一沓超好的佛经送到了太后宫中。他1日不见，我便超10日；10日不见，我就超1个月。点灯熬油，不假人手。食指长了水泡，磨破了流出脓血来，便缠了纱布在写。等到7月末，太后终于消了气儿，虽没有召见，却放出话来，说我稳重些了，比刚入宫的时候看，有了些嫔妃的样子。这个徐昭和不愿意做的副本只有100积分，也正好是7月末，南方城落的折子被递上来，是旱灾。淮阴往南打入春播了种后，便一场雨都不曾下过，老百姓愁得睡不着觉，城中的粮食水涨船高。按这个架势，再过1旬，蝗虫就要来了。民间已经有人大肆宣扬皇帝德行有亏，招致灾祸。我破天荒地穿了一身素衣，跪在皇帝殿前。他出来看我时，眼中都是夜不能寐的血红。皇上难得动了气，本以为你进来稳重了，这样急的时候，你来闹什么？我双手摊平，郑重地将额头抵在石砖上。皇上，臣妾愿意南下求雨，以血为祭。若求雨不成，臣妾愿死在当场以平民怨。事实上，我是恨赵彦这个皇帝的。他失了智地保护徐昭和，将我们这些奴才的命视作谈判筹码，随意一挥便能杀一片，末了死的是谁，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可这个时候，我只能听信系统的话，这皇帝是个恋爱脑，爱上谁便会受谁的影响。本该是皇帝带着他去求雨，可当时的徐昭和说，皇上是天子，
祭祀求雨本一定会成功，可万一上天打了个盹呢？那不是让百姓看您的笑话。我也听他在寝宫中自言自语，一群封建文盲，有雨就下，没雨就旱，是能求来的吗？蠢死了，蠢死了！过去晒黑了，又要用多少积分白回来？本贵妃娘娘可不去。可得到系统之后，我分明看到了商城中有一个下雨的选项，价值2100积分。南下之前，我叫全福端了一碗雅药送给徐昭和。他已经被关了好多天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横竖不过5步的屋子里，没窗没缝，臭气熏天。我叫荣威看着他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就打他一个嘴巴。才打了2个，他就老实下来，瑟缩着蹲在角落不发一言。云福宫的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关着樱桃，在我的刻意纵容下，工人间便传扬是我做了什么事被樱桃拿住了把柄。我看着他的肩膀，温和地说，樱桃得了失心疯，他觉得自己是娘娘，本宫为了护他才关着。桃恍然大悟，眼中带泪，娘娘可真好，奴婢从未见过这样好的主子。于是我想起那年自己跪伤了腿，太医日日给他请平安脉，他不曾大发慈心叫人去给我看看，也没有施舍一瓶药来，是桃儿和杏仁凑了钱，每日下职回来给我上药揉腿。我拍了拍他，本宫也没见过你这样爱哭的小宫女，入夜了，快去歇会儿吧，陈太医给你们开了药包，回屋便敷一敷腿。桃喜滋滋地应下，又去给我核对南下要带的香笼了。从前我总觉得我想要荣华，想要富贵，都是为了自己过得好，为了叫身边的人不再莫须有的死去，为了不被人呼来喝去，叫跪就跪，让爬便爬，为了吃一口冬日的樱桃。可当我站在百阶高的祭台上时，贫瘠的百姓衣衫褴褛，用一双双重压之下仍还没有绝望的眼睛望着我时，我恍惚地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是其他。当我把所有积分都用来购买雨水，阴云密布，豆大的带着泥土的水滴砸在我繁复华丽的宫装上时，当他们欢呼雀跃，老泪纵横，跪倒在地上痛哭的时候，我笑了。系统在我脑海里说，恭喜宿主解锁了隐藏副本，有凤来矣，请问是否改变原有攻略主线娇妻？我毫不犹豫的选择是。当我回到皇城时，皇贵妃的晋封圣旨已然等在路上。皇帝令我代掌封印，管理6宫，众妃嫔都在浩瀚乾坤殿前穿着朝服迎接我。便是上辈子徐昭和最宠冠6宫的时候，也没有我今日风光。皇帝握住我的手，眼中除了情意之外，还有了些从未有过的神采。他说，来，站在朕身侧。回到云福宫，荣威正垂着头跪在院中，他脊背佝偻，头上还有包扎过的伤。桃满脸愁容，娘娘，樱桃跑了，不知怎么撞到了皇上，如今已是承过宠的答应了。我走过去，扶起荣威，你这里的差事已做完了，密国去年才与边国休战，战场上有许多退下来的伤残老兵，无儿无女，很是孤苦。本宫与娘家兄长商议，要办个慈济院，你可愿去帮本宫去做督察？荣威苍老衰绝的眼中忽然亮了起来，他不能说话，只砰砰砰在地上给我磕了3个响头，还要再磕就被桃扶了起来。快起来吧，若磕坏了，怎么给娘娘办事儿呢？我将他从冷宫救出来，他夜里连个瞌睡都不敢打，吊着发髻，竖着耳朵帮我听徐昭和都说什么。我让他老有所养，他便会拿剩下的这点残命来为我办事。这就是我们奴才，只要上位者给一点点好，便能用命来偿。贱得很，又贵得很。徐昭和宫女打扮，跑出去的时候月余没有沐浴，又是个哑的。若不是身上还有一个系统，便是找人帮了他。知道是德妃后，我摇了摇头。他说他最讨厌德妃，道貌岸然，一脸刻薄，却想方设法求人家。他说他不愿再做宫妃，想要自由，又跑出去往皇帝怀里撞。德妃最着急的就是子嗣，上辈子2人一起冲突，徐昭和就用系统给他身上下了药。回想起来，南下回宫那日，德妃看我的眼神狠毒异常，恨不得生吃了我。估计便是徐昭和的功劳。果然，废了杏仁双手的那场陷害很快就来了。徐昭和跟在德妃后面，满眼得意。麝香在院子里的树下埋着，
品种和年份与在德妃宫里查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徐昭和跪在皇帝面前，呈上血书，上面字字都是对我的控诉。他说我阴狠善妒，谋害德妃，他良心不安，想要告发，却被我毒哑了嗓子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系统版面跳出了一句话：是否选择 NPC 转嫁本次伤害？我仰起头，脸上一丝惊慌也没有。身后是一众排着队等待为我冲锋、为我去死的工人。皇上，臣妾冤枉。皇帝也有些犯愁，他寻了把椅子坐下。皇贵妃，樱桃可是你从家中带来的奴才，他以血书指认你，除了冤枉，你可有什么说的？我快速在系统版面选了那个否，无视徐昭和势在必得的眼神。这种剂量的麝香，想必太医院定有出入忌当，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从未领取过有麝香成分的药材，此为其一。第二，樱桃是自小伺候臣妾的不错，臣妾待她极好，她双手白嫩，连一丝做活的痕迹都没有，只当亲姐妹养着。臣妾将她关起来，实在是臣妾的错。樱桃爱慕皇上，一心想伺候您，求了几次不成，便想法子去寻了德妃。这是在他的屋子里搜到的来往信件。樱桃在信上说，只要能伺候您，他便愿意配合德妃陷害臣妾。说到这里，桃便奉上了一沓信，正是德妃笔记，上辈子为了给徐昭和擦屁股时勤加苦练过，如今也算派上了用场。最后，子嗣乃后妃立足之本，臣妾想着，德妃娘娘也不敢真的损害自己的身子。皇上多叫几个太医，把了脉便知。徐昭和算计好了，降雨需要我所有的积分，所以他火急火燎地和德妃做了这场陷害，想在我两手空空的时候将我一军。可他不知道，有凤来一副本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拿到管理6宫之权。治好德妃的不孕，只需10个积分。徐昭和被拖下去的时候，极其不甘，10根指甲都被崩断，2掌划出了好几道血印子。他张大了嘴，阴哑的叫喊，却只能发出几个破碎的音阶。我想起他曾悠哉悠哉地说过，我又没做什么坏事，人都是皇上下令杀的，我手上可没沾一滴血。徐昭和，死的时候记得，你是皇上下令要车裂的呀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德妃自从知道自己可以生育，便暂时放过了我，禁足过后，开始日日缠着皇帝，缠了半年有余，终于怀了孩子。她刚高兴2天，就发现宫中竟然还有5、6个嫔妃也怀了孕。皇嗣如雨后春笋一般齐齐冒出来，连先害哪个后害哪个都拿不准主意。据说那是密国开国以来皇子降生最多的一年，皇上乐得睡不着觉，将功劳都归在祖宗和我身上。太后近来也十分喜欢我，左一件宝贝右一件宝贝的赏赐，催我别总管着旁人，自己也要生个皇子出来才是。隔年，等手中的权力固若金汤的时候，我终于有孕。皇帝在朝堂上笑得直抚掌。等皇贵妃的孩子生下来，朕便有嫡子了。确实是个嫡子。封后那日，距离我领取任务已过去了4年。系统冰冷的电子音与热闹的庆典格格不入。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，触发新支线，逾越龙门。请问宿主是否愿意接受任务？任务年限20年，任务目标成为皇帝。庆音嗡嗡，我勾起唇角，愿意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